许多成功人士或运动员告诉我们，他们的成功来自坚持到底。但相信大家也听过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错误的事情坚持，运气好是事倍功半，运气差一点就是一败涂地。如果你希望提升自己的选择或决策能力，让自己更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集的内容你一定会有收获。我是 Nick， 欢迎来到 Nick 说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停损的胜算》，世界扑克冠军教你精准判断何时放弃，反而赢更多。这个作者叫安妮·杜克，他是德州扑克的世界冠军。他说，职业牌手跟菜鸟的差别其实就是在放弃的能力。职业牌手能更早的察觉出情况不对，并且能果断退出，而菜鸟就算知道情况不利也不会退出。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3种心理因素，无法在该放弃时决定放弃，该坚持时决定坚持。我们现在来说第一个影响我们的心理因素，人太害怕输了。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们问一群受试者，假设你现在欠别人100元，债主跟你说要不要赌一把，掷铜板直到正面你就不用还我钱了，但是直到反面的话你就要还我220元。这是一个对欠债的人不利的赌局。以期望值来说，长期是要还110元，合理来说应该是要直接还100元才是有利的。但实验结果却是大部分的人选择赌一把。然后他们又问他们另一个问题，这次变成了他们是债主，是别人欠他们100元，欠债的人提议直到铜板正面就不用还钱，直到反面就还220元。就像前面说的，这样的赌局是对债主有利的，合理来说要赌才对。但是实验结果却是大部分的人选择不赌。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无法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呢？科学家认为这是因为输对于人产生的痛苦远大于赢所带来的快乐，痛苦大约是快乐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你赢200元的喜悦跟输100块的痛苦是相当的。在欠人100元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感觉我们就是输100，所以尽管赌局不公平，你也会愿意赌。而当你变债主时，我们潜意识觉得自己是胜利的，害怕输的恐惧让我们在面对有利的赌局时也不愿意赌。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叫见好就收，但这其实就是个错误的决定。如果你是在长期期望值是负的情况下选择见好就收，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如果是欠债的人选择见好就收是正确的，但当你的长期期望值是正数的时候，选择见好就收就是个馊主意了。正确的判断一件事情该坚持还是放弃，应该是以将来的预期是正数还是负数来判断，但大部分人却是以如何避免失败、避免损失来判断，所以就很可能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在局势有利、该全力一搏时选择退缩，但在该退出时却选择坚持到底。第二个原因是沉没成本会对人产生惊人的影响。沉没成本的意思就是已经付出，而且无法透过接下来的任何决策去回收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是金钱、时间、精力、感情等各种事情。就像等公车已经等20分钟了，那20分钟就是沉没成本。不管你要不要继续等公车，还是要换其他交通工具，这20分钟都不会让你可以重新来过了。既然沉没成本是无法再利用或回收，所以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时，应该要忽略沉没成本，只考虑继续下去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如果是不利的，当然要及时停损，选择放弃。但真实的情况是，人普遍会把沉没成本考虑进去，尽管继续下去是不利的，还是会选择继续。而且最可怕的是，科学家实验证实，这个影响不是你知道沉没成本会影响你的判断就能避免被影响的。沉没成本发生后，人无法透过假设沉没成本没发生，我会做什么决定，去让自己变得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沉没成本发生后，你就像是戴了无法拿下的墨镜，你顶多知道你现在戴着墨镜，所以会让你看东西都变黑的，但你不会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正戴着墨镜，所以看东西就变成原本的颜色。不知道你看到这里会不会跟我当初的想法一样，会觉得怎么可能无法想象出在沉没成本发生前我会做什么决定。作者在书中做个小测试，测试完后我相信了，我无法抵抗沉没成本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帮你们做类似的测试，感受一下沉没成本的魔力，看你是否能在沉没成本发生时做出跟沉没成本
本没发生一样的决定。第一个情况，假设今天寒流来了，天气超冷的，外面刮着风，还飘着毛毛雨，你在家中穿着厚厚的羽绒外套，如果不开暖气，你都还觉得冷。这时你的朋友打电话跟你说，我这里有多一张你最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的票，只是演唱会是在室外，你要不要去看？你会选择在这种天气下去户外看演唱会，还是在暖炉旁喝着热茶看演唱会的转播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选择在家看转播，冷得要死还要淋雨。我觉得去现场看演唱会让我得到的快乐比不上我吹风淋雨的痛苦，而且在家我一样可以看得到演唱会啊。假设你跟我一样觉得在家看比去现场看舒服，所以不愿意去现场看演唱会。现在我们来说情境2，一样的天气，但演唱会的票是你自己花3000块买的，你会选择在家里的暖炉旁舒服的看转播，还是去现场看演唱会呢？欢迎把你的选择在下方留言哦。如果在不考虑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就算票是我自己买的，我也应该要选择不去，因为在没花钱买票时，我判断去演唱会现场风吹雨打比不上我在家舒服的看转播，所以我才会选择在家舒服的看转播嘛。那当票是我自己买的时候，我就会变得要去了。尽管我知道在家看转播比较舒服，但我满脑子会想的就是我钱都花下去了，不去太浪费了。我做出了花钱买罪受的决定，但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因为我还是把买票的钱，也就是沉没成本考虑进去了。如果把刚刚的2个情境顺序颠倒去想，甚至可能变成原先第一个情境选择在家看转播的人，变成2个情境都觉得该去现场看。虽然没有一个可以完美克服沉没成本对我们影响的方法，但幸运的事情是有一个相对好的方式避免我们被影响，也就是在沉没成本发生前先设定好停损点，这样理论上就可以避免做出被沉没成本影响的判断。但是这个方法要有效，前提是建立在你能确实的去执行停损。如果到达了你设定的停损点，你还是不放弃，这个方式还是帮不了你。第3个典型的心理因素叫禀赋效应。禀赋效应指的是当我们持有一件事物时，这个事物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会高于不属于我们的相同事物。他们拿一个经济学家的真实例子举例，酒商跟一个经济学家开价$100买一瓶葡萄酒，那个经济学家觉得这个收购价格太低了，不合理，所以不卖。但是当别人拿一样的酒要卖这个经济学家$100时，他却觉得别人卖得太贵了，这种酒不值这个价。这种现象无法用沉没成本解释，后来经济学家们觉得会造成这个影响，关键就是在那批酒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会不由自主地高估那批酒的价值。就连专门研究这类议题的经济学家都会无可避免地被影响，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人在卖东西时，其实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放弃的行为。禀赋效应会让你高估你的拥有物，这个拥有物不仅仅只是物品，也可能是你的想法、信念、你所做的决定等各种你认为属于你或代表你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当你错估了价值，自然也会影响你的决定，因为这会让人高估了坚持下去的价值，结果在不该坚持的事继续坚持，甚至在情况不利时加码付出。而且这些心理现象还会相辅相成，让你更难做出正确的决定。厌恶损失让我们更难忽视沉没成本，而禀赋效应又会让我们高估了沉没成本的损失，让我们更难放弃。要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除了前面说的预先设停损点以外，也可以去预先想你要做的这件事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Google 有一个开发实验室，他们运用一个猴子与鸡做的心理模型来决定一个项目该坚持开发还是放弃。想象你要让一只猴子在一个基座上表演，要完成这件事有2个关键。第一，你要训练出一只会表演的猴子。第二，你要做出一个基座。要做出一个能表演的基座不难，这件事最困难的地方是要怎么训练出一只会表演的猴子。这个心理模型的意义是告诉你，如果你训练不出猴子，那你造出基座也没有意义。换句话说，你处理事情应该要先处理最困难的部分。这个心理模型的一个优点是，有时会让你在行动前就放弃了，但一般人的做法会相反，在发现无法训练猴子后，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建造基座，让自己感觉事情有进展，其实问题还是没解决，最终还是得放弃。而且这让人更难放弃，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先摆平最困难的地方，小心虚假的进展，也是在决策事情时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当然，如果你够幸运的话，身边有一个足够明智的人
在你该放弃时提醒你，帮助你放弃，那就更好了。虽然这集的内容一直围绕在放弃，但不是叫你不要坚持，放弃的相反其实就是坚持。如果你能更明智的判断出何时该放弃，其实也变相的代表你了解什么时候该坚持下去。看完这集，不管你觉得该懂得放弃比较重要，又或者是你觉得持续坚持对人生更有益处，我都真心地祝福各位在各种事情上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并分享出去。不想错过最新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